一秒锁定王鹤棣。白鹿凭什么总能猜中他？我看到的不是综艺效果，而是一种藏不住的默契。最近一期《你好星期六》播出后，一个看似简单的综艺片段，却意外引爆了整个网络。白鹿又猜中王鹤棣了，而且不是经过层层推理，不是靠节目组不断放出的提示，更不是靠运气蒙对，他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把答案说了出来。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其实和何炅差不多惊讶，因为这种反应速度已经超出了普通综艺游戏的范畴，它更像是一种下意识，一种长期相处之后形成的本能，而恰恰是这种不经意流露出来的东西最容易打动观众。一场游戏为什么会引发全网热议？从节目效果来看，这其实只是一个猜人环节，节目组给出线索，嘉宾根据提示寻找答案，这是综艺节目最常见的玩法之一。但白鹿的表现却让整个环节瞬间有了记忆点。他一边说着我都忘记规则了，双引号，另一边却几乎没有任何停顿，直接说出了王鹤棣。这种反差感特别有趣，嘴上说不会，结果身体比大脑更诚实。很多观众都说他根本不是在猜，双引号，他是在认人，双引号。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精准，因为猜测需要思考，而认出来只需要熟悉，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时间。白鹿给出的答案太快了，快到让人觉得他甚至没有经过分析，那种感觉就像你在人群里看见一个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，哪怕只看到背影，哪怕只听到声音，你也能立刻知道是谁。这种能力不是节目效果能够设计出来的。何炅为什么会被惊到？作为主持人，何炅这些年见过太多综艺名场面，什么样的反应没见过，什么样的游戏没玩过，但这一次他依然表现出了明显的意外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连他都能感受到这种默契已经超出了普通朋友的范畴。当然，这里的超出并不是外界喜欢猜测的那种方向，而是一种极其纯粹的熟悉感。很多观众容易把默契和暧昧画上等号，但我一直觉得这是两回事。真正的默契往往来自时间，来自经历，来自一次次合作之后形成的习惯，而不是某种刻意营造出来的话题。白鹿和王鹤棣这些年的相处更像是这种状态，自然、轻松，没有负担。所以当这种熟悉感突然出现在综艺游戏里时，反而显得格外真实。从以爱为营开始，他们的默契早已有迹可循。很多观众认识白鹿和王鹤棣是从以爱为营开始。坦白说，当初这部剧播出的时候，外界讨论最多的是角色和剧情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人发现，比起剧中的关系，两位演员私下的相处方式似乎更有意思。他们之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没有距离感。你会发现，他们很少出现那种刻意客气的状态，反而经常互相调侃，互相拆台，甚至彼此吐槽。但神奇的是，这种吐槽不会让人觉得尴尬，反而会让观众觉得特别真实。因为只有关系足够熟的人才敢这样说话。后来在各种活动、采访以及综艺节目中，这种状态被不断验证。他们似乎总能接住对方抛出的梗，总能预判对方下一步的反应。这种默契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而是长期合作和相处积累出来的结果。为什么观众越来越喜欢活人友情？我认为这才是这次事件真正出圈的核心原因。这些年娱乐圈最不缺的是什么？营业、CP 营销，刻意制造的话题，
各种经过包装的互动，观众看得太多了，于是大家开始疲劳，甚至开始产生怀疑。但凡出现一点互动，网友第一反应不是感动，而是这是在营业吗？双引号，是不是在宣传作品？双引号，是不是有剧要播？双引号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白鹿和王鹤棣的相处反而显得特别珍贵，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太自然了。没有剧播的时候会互动，没有活动的时候也会提到彼此，不需要热搜推动，不需要营销号造势，大家只是单纯觉得，他们关系真的不错。这种真实感是无法伪装的，也是观众最容易共情的地方。范丞丞的存在其实也很关键，很多人把焦点放在白鹿和王鹤棣身上，但如果长期关注《你好星期六》，会发现另一个有趣现象，那就是范丞丞。不少网友把白鹿、王鹤棣、范丞丞称为快乐铁三角。为什么？因为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总能形成一种特殊的化学反应。谁都不是主角，谁都不会抢戏，但每个人都能贡献笑点。这种群体关系其实比双人关系更难维持，因为三个人的友情需要更多平衡。而这些年，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舒服的状态，这也是观众愿意持续关注他们的重要原因。心理学专家怎么看这种默契？有心理学研究认为，长期保持高频互动的人群，大脑会逐渐形成对彼此行为模式的预测能力。简单来说，当你足够了解一个人时，你甚至不需要等他说话，就能猜到他的选择，就能预判他的反应。这种现象被称为社会认知同步，很多亲密朋友之间都会出现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白鹿能够快速猜中王鹤棣并不神秘，它只是说明两个人足够熟悉，熟悉到一些细节已经变成潜意识记忆，而这种潜意识往往比刻意思考更加准确。我为什么觉得这一幕特别珍贵？因为它让我想起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问题：成年人的友情其实越来越难。学生时代的朋友可以天天见面，工作以后却越来越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压力。很多关系不是因为矛盾结束，而是因为时间慢慢走散。所以当我看到白鹿宣传王鹤棣作品，看到王鹤棣支持白鹿新剧《莫离》，看到他们在节目里依然保持熟悉和信任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有些感动。娱乐圈更新换代太快，今天一起合作，明天可能就各奔东西，还能保持联系的人并不多，还能互相支持的人更少。而真正能做到双向奔赴的友情，其实一直都很稀缺。网友热议，大家到底在感动什么？翻看网友讨论区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，大家关注的已经不是猜对了，而是为什么能猜对。有人说，懂你的人一眼就懂，双引号。有人说，这就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，双引号。还有人说，真正的默契从来不用证明，双引号。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，大家羡慕的其实不是明星，而是这种关系本身，一种不需要解释、不需要验证，也不需要刻意维系的关系。因为现实生活里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朋友，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写在最后，娱乐圈最难得的从来都不是热度。如果只看热搜，白鹿猜中王鹤棣似乎只是一天的娱乐新闻，但如果往深一点看，它反映的其实是观众审美的变化。大家越来越喜欢真实的人、真实的关系、真实的情感表达。
比起刻意设计的桥段，观众更愿意为那些自然流露的瞬间买单。而白鹿这1秒钟的脱口而出，恰恰就是这样的瞬间，没有剧本痕迹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却让无数观众记住了这一幕。或许真正的默契从来不是刻意展示出来的，而是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，一句话，一个眼神，甚至一个下意识的反应，就足以说明一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大家觉得白鹿能够1秒猜中王鹤棣，究竟是多年友情形成的默契，还是因为2人长期合作培养出的职业习惯？如果换成你最好的朋友，你能不能只凭几个细节瞬间认出对方？你怎么看待娱乐圈这种不刻意营业的真实友情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一起聊聊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明星深度解析和娱乐热点评论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并把这篇内容分享给更多朋友。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